甘罗使诏，不费一兵一卒而得河间之地，功绩可嘉，封汝为上卿，复以汝祖甘茂田宅赐之。谢陛下。你是甘罗，那个12岁就当上丞相的神童甘罗？在秦制中，丞相与上卿的官阶差不多，所以才有12岁称相的说法。以我当时出使赵国的功劳，并不能承受得起。始皇帝此举只为了安抚秦国的旧贵族，随后不久，便让我当了公子扶苏的伴读。哦，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他就是扶苏公子。必之，汝观此句何解？只是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太子会英年早逝。感触最多的应该是他吧。一个人孤独地活在世上2000多年，是什么感觉？老板做古董生意，是因为那些古物和他一样，拥有着漫长的岁月吧？有刺客！皇上，快把他拿下！皇上，这是荆轲刺秦王。老板，你说秦始皇是不是个暴君？太子丹派荆轲刺杀始皇，但秦灭燕时，却未曾伤害燕国王公大臣的性命。始皇统一6国后，也没有对6国的王公贵族进行屠杀。这是父王，给我！哇，好漂亮！他就是胡亥。这就是暴虐败家的秦二世胡亥。就是这时候，始皇帝将和氏璧剩余的2块玉料赐给了扶苏和胡亥。谢父王。扶苏收到玉料后不敢雕琢，只是配了红绳贴身带着。哦，对了，战国时期好像没有立长立嫡的制度吧？是的，所以虽然明面上扶苏的继承权是第一位，可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始皇帝对胡亥的偏爱。父王，儿臣以为天下初定，远方前首未及，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呐。妇人之仁。父王，其实始皇帝对扶苏严苛，是因为想把这个帝国交到他手中；溺爱胡亥，是因为这个小儿子不用继承这个庞大的帝国。可是扶苏根本不喜欢谋权政事，他最喜欢看医书。唉，所以在这帝王之家，从一出生，一切就都是安排好的。最后即便坐上了龙椅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哦，对了，秦始皇还有一个罪状，大兴土木，长城、阿房宫、骊山陵墓，哪个不是大工程？秦朝争霸6国之后，剩下的士兵怎么办？卸甲归田，久安避乱，要么继续对外扩张，要么大兴土木。历朝历代无一例外，这是一种解决内部矛盾的办法。哦，这方法确实从古到今都在用。而且秦朝的徭役是有工钱的，管饭还配发衣服。那焚书坑儒呢？你看，混账！尔等包藏祸心，竟谋害寡人性命！来人，斩于庭前，以儆效尤。焚书坑儒的导火索是始皇帝追求长生不老，又怕被毒杀，所以进献丹药的术士必须同时做2颗药丸。是药师从服下1个月后没有异状，他才会服下药丸。但是在这天，一个试药侍从暴毙了。古代丹药里含汞矾这些重金属，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有副作用。历史上好多皇帝都是这么死的。之后又发生了侯生、卢生事件，用现代的话说，就是骗取科研经费。始皇帝下令逮捕了违法者463人，逐一斩首。所谓的坑儒事件，实际上是坑术事件。后世以讹传讹，添油加醋，才变成了坑杀无数书生。至于焚书，若是真的焚书，那又怎么会有大量秦简出土？我再也不和老板争论了。随后始皇帝因维护政权需要，
开始多次去各地巡视，留扶苏在朝中执政。但是扶苏仁义忠厚，和始皇的治国理念完全相反，便被丢到了边塞参军。我作为伴读随行左右。那些年的磨练，让扶苏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将领。公子扶苏为人不孝，戍边士卒多好，无尺寸之功，愧为大秦皇子，择其自尽殉葬。这是胡亥和赵高假传的圣旨吧？必之亲戚，父皇遗诏有意，遂意于蒙恬上将，近期回返咸阳。啊，有刺客！啊！千里无，千里之外，甚为挂念。我刚才看到的是扶苏的记忆吧？是的，扶苏死后不久，我便助项羽推翻了胡亥的政权，保下秦王子婴和他的封地。毕竟那里是生养公子的地方，可项羽最后毁了咸阳城，还杀了子婴，我便转投刘邦，将项羽逼死于吴江，去寻扶苏转世了。他该不会说他就是韩信吧？这家伙活了2000多年，天知道他都在历史上扮演过什么角色。那你后来找到扶苏转世了吗？找到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扶苏的转世每次都会夭折，最多也只能活到12岁。很多次我都来不及找他，他就……我用了很久才发现，只有让扶苏的转世带上他贴身的玉料，才能延长生命。所以我让陆子刚雕刻了这块长命锁。可即便如此，扶苏的转世也只能在世间存活24年。所以这一世是我，可我都过了24岁了，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呀。你会不会认错人了？不，我不会认错的。你还记得那个水苍玉的基督像吗？记得，那人还是我救回来的呢。怎么了？我把宁琪琪送给我的基督像拿去给馆长做了鉴定。道宫虽然是最近的产物，但玉料却是2000多年前的，就是始皇帝赐给胡亥的那块。我也是刚刚才知道，原来扶苏的异魂一魄，在临死前被锁在了这块玉料中，魂魄不全，转世后自然早夭。现在长命锁碎了，这异魂一魄就被重新放了出来。我们刚刚看到的一切，就是这锁中残留的扶苏的记忆。所以说，我命中的大劫已经顺利过去了。是的，不光是今世的你，以后你再转世投胎，也会和平常人一样，归于命运的掌控。老板，你终于能好好的活着了，我的使命终于结束了，我也该休息了。